你知道世界上最危险的虫子是什么吗？你见过用手碰一下就能让你命丧黄泉的昆虫吗？要知道，在整个地球上，单是昆虫的种类就超过了上百万种，其中有一些昆虫携带着大量的致命毒素，一旦遭到它们的叮咬，轻则全身溃烂，重则当场丧命。更可怕的是，其中有一些就潜伏在我们的身边，在全世界范围内，每年大约有超过上百万人因为遭到昆虫的叮咬而丧命。这些小东西看上去人畜无害，但实际上极其危险。如果你不想被这些可怕的昆虫咬到，请一定要记住它们的样子。今天这期视频，黑土就给各位领导找出了世界上最危险的10种昆虫，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这些致命的小型杀手。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第10个，隐翅虫。如果有这样一种虫子落在你的皮肤上，请千万不要拍打它，因为它的体液中含有一种强酸毒素，一旦接触到我们的皮肤，比硫酸泼到脸上还要恐怖。这个看上去像是蚂蚁一样的虫子名叫隐翅虫，它的翅膀隐藏在它的鞘翅下方，只有在飞行的时候才会展开。这个家伙遍及全世界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它们通常都喜欢活动在一些温暖湿润的环境下，像一些湖泊以及河边都是这种毒虫的活动区域。它的体内含有一种隐翅虫素，这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毒素，仅需要极低的浓度就能够阻止细胞的有丝分裂。如果你不小心将一只落在你皮肤上的隐翅虫拍死，那么它的体液就会在你的皮肤上留下类似于鞭子抽打过的痕迹一样，非常痛苦。严重的则会直接导致皮肤溃烂、发炎甚至毁容。不过这种毒素只藏在它的体内，并不会通过叮咬向外释放，也就是说，如果你不通过拍打将它的身体挤破，也就不会受到隐翅虫的伤害。第9个，子弹蚁。如果你想体验一下被子弹击中的感觉，那么眼前的这个小蚂蚁就是最佳的选择。它既能让你体验到子弹所带来的痛苦，又不会在你的身上留下任何疤痕，这就是让很多人都闻风丧胆的子弹蚁。子弹蚁是生活在亚马逊热带雨林中的一种蚂蚁，由于被它叮咬后的疼痛感就犹如被子弹击中一样，所以人们将其称之为子弹蚁。子弹蚁的毒液中含有一种神经毒素，一旦被它咬到，会使我们的伤口以及周围产生剧烈的疼痛，并且这种疼痛会持续24个小时，而不会有任何减弱。如果同时被几十只子弹蚁叮咬，极有可能会危及生命。子弹蚁是一种非常凶猛的攻击性昆虫，它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巢穴和食物，会拼尽全力，不惜与任何动物进行战斗。如果你不小心踩到了它，那么很有可能会引来一大群子弹蚁的围攻，非常危险。生活在亚马逊热带雨林里的土著部落，男孩子必须要经历子弹蚁的叮咬10分钟，才能够成为真正的男人。期间不能哭泣，也不能把手伸出来。如果扛不住这种疼痛，那么成人礼就会被宣告失败，相当可怕。第8个，非洲杀人蜂。非洲杀人蜂也叫非洲化蜜蜂，由于其生性凶猛，攻击性极强，多年来在全世界造成了上千人死亡，因此人们将其称之为杀人蜂。这种蜜蜂原产于非洲，但由于人为的原因，它已经扩散至美洲以及亚洲地区，并且经过与其他蜂种的杂交，产下了更为凶猛的后代。这种蜜蜂会向外分泌一种信息素，如果一只杀人蜂遇到危险，就会吸引来大批量的蜂群前来支援。在70年代中期，有一名女教师在回家的路上，手背上突然停落了一只杀人蜂，她下意识地将其拍死，但仅仅过了一会儿，就引来了上百只杀人蜂一拥而至，将这名女教师的浑身上下蛰了个遍，最后一命呜呼了。这种可怕的蜜蜂之前仅生活在非洲，后来人们为了培养出产蜜量更高的蜜蜂，就将非洲蜂带到了巴西进行培育。后来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导致26只非洲蜂逃了出来，最终与野外的蜜蜂进行杂交，从而产下了更为致命的杀人蜂。这种杂交非洲蜂的繁殖能力极强，性情极其暴躁，短短的几年之内，它们就出现在了世界各地的很多地方，杀死了上千人以及无数牲畜，非常危险。第7个，行军蚁。这是一类非常独特的蚂蚁，它们几乎从不筑巢，走到哪里就吃到哪里。行军蚁的蚁群数量庞大，通常一个蚁群就有上百万只一起活动，它们就像一个军团一样游走在亚马逊河流域，所到之处会将一切昆虫啃食殆尽。它们有着强大的嘴巴和毒液，可以攻击和吞噬各种各样的猎物，包括比它们体型大得多的动物。这种蚂蚁有着非常严密的制度，它们在移动时会排列成密集规则的纵队，最前面的一排是主力部队，两侧则是长着巨鳄的兵蚁，中间是工蚁。当遇到猎物时，它们短时间内就会将其淹没，然后将猎物肢解成碎块吃掉。据动物学家估计，整个行军蚁群在1天之内就可以捕食多达50万只猎物，其中包括各种节肢动物以及幼虫。它们走过的地方除了白骨什么都不会留下，非常可怕。第6个，猫毛虫。
毛毛虫也叫南方绒蛾，这种昆虫看上去就像猫身上的毛一样，非常可爱。它的颜色多种多样，看上去就类似于棉花一样蓬松，但千万不要被它们的外表所迷惑了。这个家伙实际上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昆虫，在它的毛发下面隐藏着很多细小的毒刺，这些毒刺可以轻易的刺入我们的皮肤，给我们带来剧烈的疼痛。如果患有慢性病的人被它蛰到，很有可能会引起致命性的过敏反应。被蛰到的感觉就类似于骨折或者被一把刀子割伤一样，非常痛苦。所以在野外，你如果遇到了这样的虫子，千万不要靠近或者触摸它。如果不幸被刺伤，可以利用胶带将刺拔出来，然后再用肥皂水清洗伤口。如果症状严重，应该立即到医院就诊。第5个，人皮蝇。单听名字就足以彰显出这种昆虫的可怕之处。人皮蝇是一种寄生在人类皮肤下的昆虫，它会在人类的衣服或者毛巾上产卵，然后等待机会接触到人体。人体一旦接触到人皮蝇的幼虫，就会被它们寄生在我们的皮肤下，使人体患上皮下营区症。这种幼虫会在我们的皮肤内存活几个月，期间会不断增长，最后形成一个肿胀的包块。这个包块的顶部通常会有一个小孔，主要作用就是为幼虫留下的呼吸通道。被这种昆虫寄生后，我们的身体经常会感觉全身不适，比如失眠、乏力、四肢麻木、头昏、恶心等等症状。另外，这种寄生蝇除了可以通过衣物传播，还可以被40多种蚊子以及蜱虫传播。虽然它并不会对人体产生致命的危险，但是它给我们的心理带来的恐惧感与恶心的感觉是其他昆虫所替代不了的。看到这里，黑土希望各位领导一定要注意个人卫生，千万不要被这种恶心的昆虫给寄生了，非常可怕。第4个，接吻虫。这是比人皮蝇还要可怕的一种吸血虫，如果不小心被它叮咬一口，极有可能会一命呜呼。接吻虫也叫南美锥春，这种昆虫主要都分布在美洲，只有少数分布在亚洲和非洲地区。由于其喜欢选择人类的嘴唇作为吸血目标，所以人们将其称之为接吻虫。这个家伙是恰克斯病的传播者，人体一旦被它叮咬过后，它就会将粪便排在我们的伤口处，此时粪便中的寄生虫也会随着血液进入我们的心脏，然后在心脏部位大量的繁殖，最后导致人体因心力衰竭而死亡。除此之外，接吻虫还可以传播其他寄生虫，比如利氏曼原虫和弓形虫。这种昆虫会严重影响人体的免疫系统和神经系统，被寄生后会导致我们的皮肤溃疡、关节炎以及癫痫等症状。据美国的疾病防控中心统计，在全世界约有800到1100万人感染了接吻虫所携带的恰加斯病，此外还有高达 1.86 亿人存在感染的风险。得了这种病的人，如果没有及时发现，尽快得到救治，最终极有可能会导致死亡，非常可怕。第3个，红火蚁。它是世界上最危险、最凶猛、最具破坏性的一种蚂蚁。红火蚁原产于南美洲，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种可怕的蚂蚁被人类带到了世界各地，给很多地方的人类都造成了非常巨大的损失。但是在美国，每年就有超过约1400万人被这种红火蚁蛰伤。这个家伙的身上长有毒腺，它的毒腺中含有大量的乙酸，一旦遭到它的叮咬，伤口处就会出现犹如被火灼伤一样的疼痛，随后就会出现类似于被灼伤的水泡，严重的很有可能会丧命。这种蚂蚁具有很强的攻击性，你即便不主动去招惹它，它也会主动对你发起攻击。除此之外，这个家伙对农业以及生态环境还会造成极大的影响。它们会吃掉种子、幼苗、水果以及蔬菜等植物，并且还会损坏灌溉系统和电线，经常啃咬电线，造成电线短路，从而引发小型火灾。另外，对于其他动物来说，红火蚁也极其危险。通过观察发现，在红火蚁出没的地区，其他生物的多样性多数都偏低，因为它们经常会吃掉乌龟、蜥蜴以及一些鸟类的蛋以及幼崽。这个家伙所到之处荤素通吃，是一个典型的害虫。更为可怕的是，尽管人类采取了各种方法对红火蚁进行抑制，但效果通通不尽人意。因为这种蚂蚁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它们能够适应各种极端的环境，非常不容易被铲除，相当可怕。第2个，采采蝇。如果你近期或者未来想要去非洲旅游，那么一定要小心眼前的这个小东西。毫不夸张地说，它要比非洲狮更加恐怖。采采蝇也叫蛇蝇，这种昆虫主要都分布在非洲和阿拉伯半岛，多数都活动在撒哈拉以南的农业地区。它的体长通常也就1厘米左右。这个家伙的嘴巴前端长有一个非常尖锐的吸管，它就是靠这个吸管刺入人或动物的皮肤吸食血液。采采蝇的体内携带有大量的微型寄生虫，它在吸食人体血液的时候，寄生虫就会随之进入到我们的血液中，导致身体出现发烧、昏睡、贫血等症状。这些寄生虫一旦随着血液进入到中枢神经系统，就会引起致命的昏睡症。人类一旦得了这种病，如果没有及时发现并治疗，死亡率会非常的高。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每年在全世界约有300多万头牲畜因此死亡，50万人被感染，5万人因此丧命，非常危险。第1个，蚊子。你知道吗？蚊子不但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昆虫，它也是每年杀死人类最多的一种动物。
你可能很难相信，蚊子每年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了鲨鱼、狮子以及老虎的总和。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在全世界因蚊子传播的疾病导致死亡的人数大约超过了70万，其中大多数都是疟疾所导致的。除了疟疾，其中还包括登革热、黄热病以及日本脑炎和塞卡病毒这些可怕的致命病毒。而以上的这些可怕病毒的主要媒介就是蚊子。蚊子一旦吸食了携带病原体的动物后，自身就会携带病毒。如果它再去叮咬下一个目标，就会将病毒一并传播过去。在全世界大约共有3600种不同种类的蚊子，其中许多物种都可以通过叮咬向人体传播病毒。所以请各位领导千万不要对蚊子掉以轻心，因为它是距离我们最近也是最危险的一种动物。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土点个赞，谢谢。狼犬究竟有多可怕？你听说过混血狼犬吗？狼犬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大狼狗，在全世界狼狗的种类繁多，品种不一。我们比较熟知的比如捷克狼犬、德牧或者狼青这种相对比较常见出名的狗，但其实除了这些，世界上还有很多种比以上那些更加凶猛、更接近于狼的犬种。在所有的狼犬种类中，绝大多数的狼犬都只是外形像狼，但实际上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狼犬。更加纯正一点的狼犬通常都被称为混血狼犬。混血狼犬是真正携带野狼血统的犬种，这种犬虽然也被人类驯服当作家犬，但它们与普通的家犬或者普通的狼犬却大不相同。这种混血狼在完全成熟后，它们大多会具备与野狼一样的外形特征和生活习性，性情非常凶猛。今天这期视频，黑土给各位领导找出了世界上最凶猛的9种狼狗，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这些顶级狼犬。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第9个，狼青犬。狼青犬相信各位领导都比较熟悉，它是一种非常凶猛的中大型猛犬。在这里解释一下，狼青犬与狼青色的犬是不一样的，狼青犬就是狼青犬，而狼青色的犬不一定是狼青犬。比如昆明犬也有狼青色，也有人称昆明犬为狼青，但实际上两者是不一样的。狼青犬这种狗是一个野性尚存的猛犬，它们的体型高大，性情凶狠，脾气暴躁，攻击性极强。这种狗通常都分布在我们国家的北方地区，主要都饲养在一些农村、工厂等一些比较空旷的地方。之所以在城市里少见，主要就是因为这种狗太过凶猛，并且外表威猛且吓人，稍有刺激就有可能对陌生人发起攻击，战斗欲非常强。早些年在我们国家北方的一些农村地区，经常会有人被这种大狼狗咬伤的事件发生，有时候即便是主人在，狼青犬也会出现咬人的情况。这种狗的服从性并不是很好，如果从小训练不当，长大后很有可能会变成一个恶犬。再有就是这种狗的食量很大，具体有多大，相信养过狼青犬的领导肯定见识过。再有就是狼青犬的来源，至今仍没有一个确切的定论。由于我们国家的狼青犬来源相对复杂，主要是几个品种长期混杂产生的，所以追溯起来很难。总之，这种狗拥有典型的狼犬特征，非常凶猛。第8个，马里诺阿犬。马里诺阿犬也叫比利时牧羊犬，它其实就是我们熟知的马犬。这种犬原产于比利时，是比利时牧羊犬的4个类型之一。马犬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它们的面部，纯种的马犬面部通常都是黑色的，包括耳朵通常也是黑色的。这种狗的肩高可达66厘米，体长可达68厘米，标准体重约在50斤左右。虽然看上去它们的体型并没有太突出，但千万不要忽略了，马犬身上的皮毛很短，它们并不像其他的一些大型犬那样拥有厚长的毛发，因为长毛会给人一种体型很大的错觉，所以马犬实际上是一个标准的中大型犬。这种狗胆大凶猛，攻击性极强，尤其是它们的跳跃能力，马犬可以轻松越过3米高的围墙，如果训练得当，它们甚至可以爬树。这种技能是绝大多数的犬类都不具备的。正是出于马犬出色的跳跃能力以及极强的服从性，在世界上很多地方，这种狗都被当作军警犬使用，它们的服从性和可训练性都很强。可惜的是，这么优秀的犬种却不是一般人能养的，主要原因就是马犬的危险程度，因为一旦看管不严，就极有可能发生咬人的事件，非常凶猛。第7个，莱州红犬。这种狗是我们国家的原生犬种，最初是用大丹犬、德牧、罗威纳与山东细犬和一些原生犬种改良而来的。莱州红犬是一种大型犬，它的肩高可达79厘米，体重最重可达100斤以上，非常威猛。莱州红的性情与它的外表一样，凶猛且刚烈，它们对主人极为忠诚，但是对陌生人可能就不会那么友好了。莱州红的身上肌肉非常发达，一眼看上去全是腱子肉，它们的爆发力非常强，并且具有极佳的耐力，无论是奔跑还是打斗都能够持久不衰。
战斗力非常强悍。其次，这种狗的忠诚度极高，千万不可以当着它们的面挑衅它们的主人或者挑衅它，因为莱州红一旦被激怒会变得非常可怕。要知道，任何一种被激怒的狗都很可怕，更何况是莱州红这种大型健壮的大狼狗。莱州红被激怒后会变得极具攻击性，而且在发起攻击的时候喜欢下死口，一旦被它咬住，轻易不会松口。面对这样一只猛犬，即便是一个成年大壮汉，也不一定能轻易挣脱它们的攻击，非常可怕。除了凶猛，其实它们也是一种非常优秀的家庭伴侣犬。不过前提是要对它做好社会化训练，训练得当的话，莱州红也会成为一只非常忠诚的护卫犬。好，第6个，昆明犬。昆明犬也叫昆明狼犬，它是我们国家1964年培育而成的一种工作能力非常优秀的工作犬。成年的昆明犬肩高可达70厘米，体重可达80斤。在我们国家，它一直充当着军警界的工作犬。要知道，在全世界，通常能够在军警界服役的犬种都是相对比较高端优秀的，因为想要胜任这种工作是需要具备非常全面的技能的，无论是从凶猛程度、耐力、适应力、灵活力、抗病能力以及服从能力，甚至是繁殖能力，都需要达到最佳的状态。昆明犬能够担任这种工作，自然也完全具备以上的那些条件。再有就是昆明犬虽然非常优秀，但是并不适合当做家犬饲养，因为它们属于一种野性尚存的猛犬，需要专业的训犬人训练。训练得当，它确实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私人护卫犬，对主人绝对忠诚，但这仅限于对它的主人，对待陌生人，昆明犬会非常警惕。但也正是出于他们这种警惕的性格，才使得他们更加适合巡逻、追踪、鉴别、救援等这些工作，非常优秀。第5个，德国牧羊犬。德国牧羊犬也叫德国狼犬，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德牧。这种狗原产于德国，是一种中大型工作犬。德牧的肩高可达65厘米，体重最重可达80斤。这种狗在全世界所有的犬类中，可以算得上是明星级别的犬种。德国牧羊犬以其威猛的外形以及极强的工作能力，在军犬、警犬、导盲犬、牧羊犬以及家庭护卫犬界都享有很高的名誉。更突出的还有它们的智力，德牧的智力非常高，它们在世界犬种智商排行中位列第3名。这种狗无论从气质、凶猛程度、智力几乎都达到了顶尖的状态，在全世界广受人们的喜爱。除了作为工作犬，德牧也走进了世界各地的很多家庭当中，当做护卫犬。人们之所以会选择德牧，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是出于他们的威猛的外表与忠诚的性格，再加上他们非常聪明，如果在家里养这样一只大狼狗，会给人们带来足够的安全感。再有就是它的凶猛程度，虽然德牧各方面的评价都非常高，但这也避免不了它是一个凶猛的大狼狗的事实。要知道，一只成年的德牧咬合力超过了200斤，它们与大多数犬类一样，多数只忠诚于自己的主人以及家人。如果换作是陌生人，德牧其实也是非常危险的。据统计，从1971年到2018年间，在美国所有的纯种犬中，德牧的咬伤是最多的。在澳大利亚的某些地区，德牧也被列为第3大最有可能攻击人的犬种。所以无论德牧的智商有多高，它们毕竟是一种中大型猛犬，野性尚存，所以看到这种大狼狗，最好还是要与其保持安全的距离，以免被咬伤，非常危险。好，第4个，英纽特犬。英纽特犬也叫北方英纽特犬，主要都分布在北美地区。这种犬又有极地狼的血统，外形与狼也非常相似，它们的体型巨大且非常耐寒，在零下几十度的环境下也能挤在一起安然入睡。英纽特犬是北极地区英纽特人最亲密的朋友，这种狗在当地帮英纽特人解决了很多棘手的难题。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这种英纽特犬，英纽特人可能也无法在那种极端寒冷的环境下生存下去。因为很早之前，英纽特人主要靠打猎为生，由于受极地环境的影响，人类根本无法使用交通工具，如果只靠2条腿是很难穿越寒冷的冰原地区去打猎的。但是如果有英纽特犬在，就大不相同了。这种狗可以帮英纽特人拉雪橇、驮东西。西部的英纽特人甚至还用他们拖船充当纤夫，为当地人解决了出行问题。在捕猎的时候，这种大型犬也能对猎物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在当地，这种狗已经不能说是人们饲养的宠物了，确切点说，应该是必不可缺的朋友。后来随着雪地车的普及，人们便陆陆续续的不再使用它们拉雪橇，渐渐的纯种英纽特犬的数量便开始下降。现在可能只有居住在更北方的极地英纽特人那里才有纯种的英纽特犬。第3个，萨尔路斯狼犬。这是一种大型的狼犬，它的外表与狼十分相似，确切点说，萨尔路斯狼犬应该是混血狼犬。它们与普通的狼犬不一样，区别就在于混血狼是真正由野狼与家犬杂交的后代，而狼犬绝大多数都仅仅是外表与狼相似的犬。萨尔路斯狼犬是1935年由一位荷兰的动物学家将雄性的德国牧羊犬与来自西伯利亚的雌性欧亚灰狼交配所诞下的一种混血狼。这种狼犬的体型、外形甚至是性情与狼都十分接近。成年的萨尔路斯狼犬肩高可达75厘米，体重可达90斤，特别是它们的头部与野狼十分相似，它保留了像狼一样的一些基本状态，比如强烈的群体生活本能，容易受到惊吓，不愿意被打扰，喜欢漫游，以及行走起来步态轻盈。
这些都是狼拥有的基本特征。当然，它们的性情也很难控制。塞尔鲁斯狼犬拥有自己的意愿，一般不能够很好的服从人类的命令。在群体生活中，需要有一个强壮的领头狼犬。它们有反社会行为，想要完全驯服它们，主人需要建立自己的领袖地位。绝大多数人是根本没有能力完全驯服这种狼犬的，相当危险。第二个，捷克狼犬。捷克狼犬相信各位领导都比较熟悉，它与萨尔鲁斯狼犬一样，是一种混血狼犬，身上有狼的血统。捷克狼犬全名为捷克斯洛伐克狼犬，它们起始于1955年，最初是由捷克洛斯伐克的特种部队对其进行开发的。当时是用德国牧羊犬与喀尔巴阡狼进行结合诞下的新品种。捷克狼犬的肩高可达75厘米，体重可达70斤。它们的身体形状、外观、运动时的样子以及毛色和毛的纹理都与狼的外观完全相同，外观与野狼的相似度高达70%以上。捷克狼犬最受人瞩目的地方就在于，它们拥有狼的外表，却保留了犬的性格。捷克狼犬的性格温顺、活泼好动，对主人绝对忠诚。它们的性情与大多数的犬类一样，但是身体机能却要远胜于绝大多数的犬类。除了外形，捷克狼犬还继承了狼的适应能力与耐力，以及天气变化的应变能力，这些都是狼才具备的技能。然而捷克狼犬也完全具备，养一只捷克狼犬就像是养了一头被驯化的狼。再有就是千万不要忽略掉了，无论捷克狼犬的性情有多温顺，它也是一种混血狼犬，野性尚存，稍有不慎也会伤人。如果是陌生人，一定要与它们保持安全的距离，以免被咬。对了，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国内现在有很多自称捷克狼犬的假冒犬，这些犬实际上是用混血狼犬冒充的，性格极其不稳定，稍有不慎就会伤人。所以请各位领导一定要擦亮眼睛，以免遭到混血狼的袭击。好，第一个，蓝湾牧羊犬，这是一种非常稀少的犬种。蓝湾牧羊犬原产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湾，这种犬最初是由蓝色的德国牧羊犬与狼犬杂交所诞下的稀有品种。这里解释一下，德牧其实不只有黄褐色的，除了常见的颜色，德牧还有纯黑色、纯白色、貂皮色，还有宝蓝色。蓝湾牧羊犬就是由非常罕见的蓝色德国牧羊犬与同样罕见的蓝色狼犬的混合体，它们保留了独特的狼外观，看上去非常霸气。不同的是，蓝湾牧羊犬虽然也带有狼的血统，但它们并没有遗传狼的性情。蓝湾牧羊犬的性情较为温和，攻击性并不强，并且它们甚至比德牧还要温和，对待陌生人也能够很快适应，对待其他动物，比如猫或者其他品种的犬，蓝湾牧羊犬也比较平静，通常并不会乱发脾气。霸气的外表加上温柔的性格，很难让人不喜爱。遗憾的是，蓝湾牧羊犬的数量极少。自2011年3月第一次诞生以来，蓝湾牧羊犬一直是一个正在开发中的品种。由于只有少量的工作人员在监督和发展这个新品种，所以每年的幼犬生产数量极少，因此使得蓝湾牧羊犬在全世界非常稀有。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土点个赞，谢谢。你知道生活在亚洲的动物有多可怕吗？你见过长达5米的眼镜王蛇吗？相信很多领导都听说过，非洲的动物最多，澳洲的动物最毒，那么亚洲的动物怎么样呢？我们都知道，亚洲是7大洲中面积最大的一个洲，从中东的沙漠一直延伸到东南亚潮湿的丛林，再向北延伸到北极圈。整个亚洲包含了热带丛林、高原荒漠以及寒冷的冰原地区。广阔多样的地貌自然也会衍生出多样化的动物。你知道吗？其实除了非洲与澳洲，世界上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凶猛且可怕的动物，有很多其实都生活在亚洲。今天这期视频，黑土就给各位领导找出了世界上最可怕的10种亚洲动物，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这些致命生物。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位列第10位的就是科莫多巨蜥。科莫多巨蜥是目前世界上现存体型最大的蜥蜴种类，它们的体长最长可达3米，体重最重可达300斤。这种大型蜥蜴主要都分布在印度尼西亚的科莫多岛，是这里的特有物种。在这里，这种大型巨蜥是顶级掠食者，除了人类，它们没有天敌。这是一种非常致命的生物。科莫多巨蜥有着强大的爪子以及强有力的下颚，最致命的就是它们那充满细菌的嘴。科莫多巨蜥的口腔里含有一种有毒蛋白质组成的毒液，被它们咬上一口会导致严重的感染。这种感染并不是普通的伤口感染，而是非常严重的细菌侵入。一旦被它咬伤，即便侥幸逃脱，也有可能面临截肢的风险，因为科莫多巨蜥嘴里的细菌会很快侵入到被咬伤的伤口处，使伤口快速发炎恶化。在野外，科莫多巨蜥的捕猎方式也是相当的恐怖。之所以说它恐怖，是因为只要被它咬上一口，即便侥幸逃脱，也会被科莫多巨蜥持续跟踪。它们会等被咬到的猎物伤口恶化，细菌毒液发作，跑不动或者死亡后，再顺着气味找到猎物，然后再将其吃掉。它们的这种捕猎方法非常有效。在野外，像水牛这样的大型动物，有时候也会被科莫多巨蜥利用这种办法猎杀。这家伙就像幽灵一样，非常可怕。
好，第9个，亚洲象。一说起亚洲象，相信很多人都会有些意外。大象给我们的印象多数都是一种高智商、行动缓慢、性情相对温顺的动物，很少会给我们带来比较负面的印象。但是你知道吗？亚洲象实际上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动物，特别是在雄性大象在经历荷尔蒙水平的季节性变化时，它们会变得极具攻击性。1980年至2003年间，在印度的阿萨姆邦，单是人象冲突事件就导致1150多人死亡，仅在印度每年就有大约400多人被大象杀死。此外，大象每年还会破坏大量的农作物。在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这些国家，亚洲象是最令人恐惧的野生动物之一，因为在早些年，农民们经常会在田地里遭遇大象。虽然大部分时间里亚洲象都是比较平静的，但是一旦面临的是一头正在经历荷尔蒙水平激增的大象时，是非常危险的。要知道，亚洲象是整个亚洲现存最大的陆生动物，它们一旦发起疯来，即便我们手持杀伤性武器，也不一定能成功击退它们，非常危险。第8个，懒熊。懒熊虽然名叫懒熊，但它并不是懒惰的熊，实际上它是亚洲最危险的动物之一。懒熊是一种原产于印度次大陆的食肉熊种，主要都分布在印度和斯里兰卡，在孟加拉国、尼泊尔和不丹也有少量分布。这是一种体型中等大小的熊，成年雄性懒熊的体重接近300斤，它们站立时的身高接近2米。这种熊是现存最具攻击性的熊类之一。据人们观察发现，这种熊可能与老虎和豹子一样，会把人类视为潜在的捕食者。也就是说，在懒熊的眼里，它们很有可能会将人类当作猎物捕杀。与懒熊同样危险的亚洲熊种还有黑熊，特别是喜马拉雅黑熊，它们几乎与懒熊同样危险。这些熊拥有庞大的体型以及像镰刀一样强有力的爪子，大多数被懒熊攻击的动物都会被懒熊的爪子撕成稀巴烂。这种熊非常恶毒，最恐怖的是懒熊在发起攻击的时候，通常会选择受害者的脸部进行撕扯。通常遭到懒熊袭击的人，即便侥幸活下来，很大几率也会毁容，非常可怕。好，第7个，网纹蟒。它是世界上最长的蟒蛇，与绿森蚺齐名。绿森蚺是世界上最重的蛇，而网纹蟒是世界上最长的蟒蛇。网纹蟒的体长最长可以达到12米以上，它们是世界上最长、绞杀力最强的蛇。这种大蟒蛇是一种原产于南亚和东南亚的蟒蛇，多数都分布在东南亚地区。真正野生的网纹蟒性情粗暴，非常凶猛，它们是人类已知的一种会吃人的蛇，并且吃的还是成年人。网纹蟒是一种伏击捕食者，它们通常都是等待猎物走进它的攻击范围内，然后猛地发起攻击，再将猎物缠绕成一团，后利用身体收缩将其猎杀。在野外，它的天然食物主要是以一些鸟类和一些小型哺乳动物为食，偶尔也会猎杀较大的猎物，比如灵长类动物以及鹿。通过观察发现，这种蟒蛇似乎能够吞下长达其自身长度1/4和自身重量的猎物，也就是说，一条成年的网纹蟒是有足够的能力将一个成年人类猎杀并吃掉的。最近的一次网纹蟒吃人事件发生在2018年的6月，当时印度尼西亚的一名54岁的妇女被一条约7米长的网纹蟒咬死并吃掉。这名妇女在花园工作的一个晚上失踪了。第二天，人们发现这名妇女失踪后，便开始搜寻，最终在花园附近发现了这条长达7米的网纹蟒，并且看见蟒蛇的身体上有一个大凸起。之后，这条蛇被人们切开，发现了那名失踪妇女的尸体，非常可怕。第6个，亚洲大黄蜂。亚洲大黄蜂也就是日本大黄蜂，也叫大虎头蜂。这种大黄蜂是世界上个头最大的黄蜂，它们的体长可以达到4厘米，翼展可达6厘米，但是它们的毒刺就长达6毫米。由于体型过大，在日本当地，他们都将这种大黄蜂称之为大麻雀蜂。这种大黄蜂原产于温带和热带东亚、南亚、东南亚大陆和俄罗斯远东部分地区，它们通常都栖息在低山和森林中，主要以一些昆虫和其他的蜜蜂为食。亚洲大黄蜂尾部的毒刺携带着一种腐蚀力极强的毒液，能够分解人体组织。据日本的一位昆虫学家说，被这种大黄蜂蛰伤，感觉就像被一枚烧红的钉子扎进了肉里，非常痛苦。这是因为在亚洲大黄蜂的毒液中含有一种名为曼陀罗毒素的神经毒素，虽然单只大黄蜂的毒液剂量不足以致死，但是如果毒液剂量足够，比如多次叮咬或者被好几只亚洲大黄蜂一起叮咬，也有可能是致命的。在日本，每年约有30到40人死于亚洲大黄蜂的攻击。对了，还有就是这种大黄蜂一般不会主动攻击人，但是如果有人一不小心激怒了这种大黄蜂，下场可能会非常惨，因为被激怒的亚洲大黄蜂会对目标紧追不放，并且它们还会向外分泌出一种信息素，召唤其他的大黄蜂一起发动攻击，非常可怕。第5个，印度犀牛。印度犀牛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独角犀牛，它们与生活在非洲大陆的犀牛不一样。非洲大陆的犀牛有的鼻子上长着2个角，而印度犀牛的鼻子上只有一个长约60厘米的犀牛角。在亚洲的所有陆生动物中，印度犀牛的体型仅次于亚洲象。成年印度犀牛的体长可达4米，
肩高可达 1.8 米以上，体重约为2到4吨。这个大家伙皮糙肉厚，看上去就像是披着一层厚厚的铠甲。他们不仅体型庞大，而且敏捷性也很高。庞大的体型拖着2吨多重的身体，在奔跑的时候，他们的时速仍可以达到惊人的55公里每小时。在动物界，人们通常将犀牛称为动物界的坦克，这种比喻毫不夸张，因为遭到犀牛的攻击，就像是被一辆小型卡车撞到一样，非常危险。在野外，几乎没有什么动物是犀牛不敢攻击的，比如老虎、大象，甚至是人类的卡车，犀牛都有胆量对其发起攻击。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其视力不佳，并且加上天生脾气暴躁，感觉稍有挑衅就有可能发起冲锋，这对于人类来说无疑是非常致命的。好，第4个，亚洲狮。亚洲狮也叫波斯狮，它们曾分布于地中海至印度地区，占据了大部分的西南亚地区。后由于人类人口暴涨，使得亚洲狮的栖息地逐渐减少，现如今它们只存活于印度的吉尔森林国家公园。现在在野外的数量只有250到350只，属于濒危物种。亚洲狮与非洲狮不同，亚洲狮是所有狮子亚种中体型最小的亚种，它们的体长不算尾巴，也就在 1.7 米左右，肩高可达 1.2 米，体重可以达到300斤以上。相比非洲狮，亚洲狮的体型要小。再有就是亚洲狮头上的鬃毛对比非洲狮要短很多，整体看起来没有非洲狮强壮，但是这并不会影响到亚洲狮的凶猛程度。它们对付我们人类是基本上没有任何压力的，虽然体型再小，它们也能以极快的速度前进，对人类也同样致命。要知道，狮子属于机会主义猎人，它们通常都比较喜欢猎杀较大的猎物，但从这一点来看，就足以彰显出它的危险程度。第3个，老虎。毫无疑问，老虎无疑是亚洲最具代表性的动物了。在亚洲，除了东北虎，还有华南虎、孟加拉虎、苏门答腊虎等等，几乎全世界所有的老虎亚种，多数都分布于亚洲。老虎的危险程度毋庸置疑，它们一直被誉为终极食人者，特别是孟加拉虎。你知道吗？孟加拉虎虽然不是体型最大的老虎，但是它们是所有老虎亚种中最凶猛的一种，同样也是世界上数量最大、分布最广的老虎亚种。孟加拉虎的体型仅次于东北虎，它的平均体长都在 2.9 米，体重可达500斤以上。它们多数都分布于印度和孟加拉国，在当地，孟加拉虎的食人事件层出不穷，特别是印度次大陆，这里一直是老虎与人类激烈对抗的舞台。在19世纪初期，老虎的数量众多，几乎每年都会发生老虎食人的事件。据估计，在1800年至2009年间，全世界至少有37万3000人死于老虎的袭击，平均每年约有1800人死亡。其中大部分袭击事件都发生在印度、尼泊尔和东南亚地区，特别是在印度，老虎吃人是一个经常出现的问题。后经过深入研究发现，吃人的老虎多数都是年老的或者生病的老虎，因为身体原因无法捕获天然的猎物，只能将人类视为猎杀对象。纵观亚洲所有的动物，老虎无疑是最让人类恐惧的一种动物，非常可怕。好，第2个，咸水鳄。咸水鳄也就是湾鳄，它是所有鳄鱼种类中体型最大的，同样它也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爬行动物。这种鳄鱼之所以叫咸水鳄，是因为这家伙可能是唯一一种可以生活在海水里的鳄鱼。它们既可以在海水中生活，也可以在淡水中活动。雄性湾鳄成年后的体长最长可以达到7米，体重最重可达1吨以上。它们的性情非常凶猛，且极具领地意识。最突出的就是它们的耐力，你知道吗？湾鳄可以从澳大利亚穿越1000多千米的海洋，一直游到孟加拉湾，耐力非常的强。这种大型鳄鱼主要都分布在东南亚的沿海地区，在它们的活动范围内，湾鳄属于顶级捕食者。它们会伏击大部分出现在它们面前的动物，并且能够战胜几乎所有进入其领地的动物，包括人类。湾鳄位于湿地食物链的最顶层，在这种地方，湾鳄的可怕程度要远胜于老虎。要知道，老虎这种动物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轻易将人类视为食物的，但是湾鳄不同，在他们眼里，人类与其他猎物一样都是食物，非常危险。好，第1个，眼镜王蛇。眼镜王蛇与普通的眼镜蛇不同，它属于独立的眼镜王蛇属。这种蛇原产于亚洲，多数都分布在南亚与东南亚一带。在世界上所有的毒蛇中，眼镜王蛇是最长的。成年的眼镜王蛇的体长可以达到4米，已知最长的个体有 5.85 米。这种蛇要比普通的眼镜蛇可怕得多。眼镜王蛇体型大，也就代表它的排毒量也会更大。它们一口咬下去，平均能向外释放出200到500毫克的毒液。据估计，它们一口所注入的毒液能在3小时内杀死一头成年的亚洲象。如果换成人类，最多仅需30分钟就有可能死亡。遭到眼镜王蛇的袭击后，由于被注入的毒液过多，需要大量的抗毒血清来对抗蛇毒。眼镜王蛇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它们的体型。要知道，一只成年的眼镜王蛇体长通常都在3到4米左右。它们在准备发起攻击时，会将自己身体的前1/3竖立起来。竖立起来的地方可能是1米，也有可能是 1.5 米。
这大白只要距离它们在 1.5 米之内，它们就可以瞬间咬住猎物。再加上眼镜王蛇行动敏捷，头部可以灵活转动，它们不但可以向前后左右的方向攻击，还可以垂直窜起来攻击头顶上方的物体。它们一旦咬住猎物后，一般情况下不会轻易松口。一旦遭到这种蛇的攻击，如果没有在半小时内得到有效的治疗，基本上是毫无生还的几率，非常可怕。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土点个赞，谢谢。你见过敢将13条响尾蛇同时含在嘴里的人吗？你知道从太空边缘自由落体到地面是一种什么感觉吗？在千奇百态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有各种极端的挑战方式，其中有一些项目是极度危险的，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丧命。但即便这么危险，世界上仍有一些不畏生死的勇士前去挑战尝试。这些挑战是全世界绝大多数人一辈子可能都不能够亲身体验到的惊险项目。今天这期视频，黑土就为各位领导找出了世界上最危险的8项世界纪录，带各位领导一起体验一下这些惊险刺激的挑战方式。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第8个，机翼行走。机翼行走是一种在飞行中的飞机上表演杂技或者行走的极限运动。这种运动通常使用的都是老式的双翼飞机，挑战者需要站在飞机的机翼上，不携带降落伞以及任何保护用具，置身在飞行的飞机上，完成一些高难度动作，其中包括倒立，在机翼上移动，或者从一架飞机转移到另一架飞机上。这种极限运动的危险性极高，因为一旦失手滑落或者被卷到飞机的螺旋上，基本上是必死无疑。在全世界已经有不少人死于这项运动，不过这仍阻挡不了一些胆大勇于挑战的人前去尝试。你可能很难相信，在英国，一位拥有95岁高龄的老人也参加了这项极限运动，他也被称为世界上最年长的机翼行走表演者。这位老人名叫伊沃巴顿，他在参加这项运动时年龄已经高达95岁，并且还患有平衡和说话能力的疾病，但这仍阻挡不了他对天空的向往。与其他挑战者不同的是，这次这位老人在身上固定了安全带，但即便是这样，相信绝大多数人也没有这个胆量前去尝试，非常危险。第7个，双子塔行走。1974年8月7日的早上，在纽约曼哈顿下城世界贸易中心双子塔的顶端，距离地面400多米的高空中出现了一个走钢丝的人。这个人名叫菲利普·佩蒂，他是一位来自法国的走钢丝表演者。1974年，他因在双子塔之间的高空行走而名声大噪。在当日，菲利普·佩蒂一共在2座大楼之间来回穿越了8次，并且还在400多米的高空中进行跳舞、平躺，甚至跪下向观看者致敬。各种高难度的动作看得人胆战心惊。要知道，在这个过程中，一丁点的风吹草动就有可能坠地身亡。想要成功完成这项挑战，除了需要极大的勇气与心理素质，更要依靠熟练的技巧。菲利普·佩蒂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练习走钢丝，不到20岁时，他就已经可以在钢丝上进行后空翻、骑独轮车、自行车等等各种难度较大的动作。也正是他不懈的努力，才为人们带来了这空前绝后的一幕。然而让人意外的是，菲利普·佩蒂当时在双子塔的表演并没有得到过任何许可，属于非法入侵。在表演刚一结束时，他就被警察带走。不过当时有很多人对佩蒂行走钢丝的行为提出赞赏，最后当地的检察官出于菲利普·佩蒂的影响力，也撤销了对佩蒂的所有指控。他的这次表演还为双子塔带来了很多的关注，因为在此之前，这2座塔在世界上并没有那么出名。第6个，最高的潜水。最高的潜水也被称为高潜或者高处潜水，也就是从一个相对较高的平台潜入水中的行为。这种运动听上去可能并没有那么可怕，但是如果换作是从一个接近60米的高度向下跳，那么危险性就飙升了。2015年8月4日，一位来自瑞士的极限跳水运动员创造了从陆地跳入水中最高的世界纪录。当日，这位潜水员从一个高达 58.8 米的悬崖处跳下，成功潜入水中。他下水时的速度达到了120公里每小时。要知道，悬崖跳水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巨大的压力。如果从水面上方6米的高度跳下，我们的身体将会以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落水。这种冲击力足以压迫我们的脊椎，或者导致骨折，甚至脑震荡。只有在下水的瞬间，使我们的身体保持垂直的状态，接触水面，才能避免这种冲击力。也就是说，一旦操作失误，身体接触水的面积较大，就很有可能给我们带来巨大的伤害。这种伤害有可能是致命的。由此可见，世界最高的潜水者沙勒的高度达到了 58.8 米，他接触水面时的速度更是达到了120公里每小时。下跳的过程中稍微有点偏差，就有可能致命，非常危险。第5个，吃飞机的人。你可能很难相信，在世界上有这样一个人，他一生中共吃掉了18辆自行车、15个购物车、7台电视机、2张床，以及一架塞斯纳150轻型飞机等等，还有各种不寻常的物品。
这个人名叫米歇尔·洛蒂托，他是来自法国的一个艺人，以故意食用一些难以消化的物品而闻名。米歇尔·洛蒂托从10几岁时就开始吃不寻常的材料，经过检查，他患有一种被称为异食癖的饮食失调症，这是一种以食欲为特征的心理障碍。医生在检查米歇尔·洛蒂托的胃部和肠子时，发现内部有一层厚厚的内膜。这种内膜可以使得他能够在不受伤的情况下吞下很多锋利的金属材料。除此之外，在他的胃部还发现了异于常人的消化液，这种消化液可以帮助他消化掉各种不寻常的物质。然而这也意味着他如果吃一些平常人吃的香蕉和鸡蛋或者一些软食，会让他生病。也正是出于他自身的特殊构造，使得米歇尔·洛蒂托从事了专吃金属材料的表演。为了加大表演效果，在1978年，米歇尔决定吃一架塞纳斯150飞机。由于飞机太大，他只能将飞机分解，一块一块的吃掉，并且在吃的时候配合上矿物油，主要就是起到润滑剂的作用。到了1980年，米歇尔用了2年的时间，他真的将一架飞机吃进了自己的肚子里。第4个，太空跳伞。太空跳伞与跳伞类似，不同的是，太空跳伞是从接近太空的地方向下跳，而普通的跳伞通常也就在距离地面几千米的地方向下跳。太空跳伞的最高世界纪录保持者是一位名叫艾伦·尤斯塔斯的美国人，他是一位美国的计算机科学家，曾经担任谷歌公司的高级副总裁。2014年10月24日，尤斯塔穿上了定制的太空服，将自己连接到一个气象气球上，开始向太空边缘上升。整个上升过程用了2小时7分钟，一直上升到平流层，距离地面达4万多米。在这个高度，已经能够清晰地看到地球的轮廓与黑色的天空了。一切准备就绪后，尤斯塔斯便从4万多米的高空一跃而下。在下降的过程中，他打破了阴障和之前的高空纪录，他的下降时间持续了4分27秒，最高速度超过了每小时1323公里。这一跳创造了最高自由落体的新世界纪录。第3个，躺在钉床上被摩托车碾压。这项极端的挑战方式虽然看上去并没有太突出，但实际上是非常致命的。挑战者需要躺在一个布满钉子的钢板上，然后利用双臂支撑起一个金属制的摩托车跳板，最后再让几十辆摩托车手连续从自己用身体支撑的跳板上骑过去。要知道，在这个过程中，他双臂所承受的重量是极大的，一辆摩托车外加一个摩托车手。更加致命的是，摩托车在冲上跳板的那一刻的冲击力，这对于躺在跳板上的挑战者来说，无疑是最致命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一旦体力不支，就很有可能被地上的钉子穿透。也就是说，每过一辆摩托车，它的体力就会消耗一点，越往后就会越危险。也就是说，摩托车数量越多，也就越危险。目前为止，世界上保持这项运动最高纪录的人是一位来自加拿大温哥华的冒险者。2015年10月26日，这位冒险者在街头躺在地床上，在2分钟内，从他身体上碾过的摩托车数量达到了70辆，创下了一项新的纪录。第2个，将10几条响尾蛇含在嘴里的人。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州有这样一位驯蛇师，他是一个拥有30多年经验的老驯蛇师，在当地人们都称他为德州蛇人。他在2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与响尾蛇打交道，自1969年他第一次与蛇接触以来，总共被蛇咬伤了11次，其中很多次蛇咬伤都非常严重。其中有一次，他的腿被一条长达 1.8 米的响尾蛇咬伤，这次咬伤非常严重，最终不得不截肢来保全他的生命安全。但即便是这样，杰基仍然认为自己非常幸运，没有被咬死，甚至还认为自己能够继续从事这项工作而感到快乐。在从业期间，杰基利用响尾蛇打破了多项世界纪录，至今无人超越，其中包括与195条响尾蛇一同躺在浴缸里，以及和109条响尾蛇一起躺在睡袋里，还有将13条响尾蛇同时含在嘴里，并且维持10秒钟。以上的任意一项稍有差池，就足以使杰基命丧黄泉。与蛇这种冷血动物打交道，根本没有任何交情可言，他能靠的只有自己多年的经验和胆量，更重要的还有运气。这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想都不敢想的噩梦，然而这位蛇人却真正做到了，相当厉害。第1个，最高的走钢丝。走钢丝的挑战者有很多，但并不是所有的走钢丝都能被称为高空走钢丝。2011年1月29日，一位来自瑞士的名为费利迪诺克的走钢丝表演者，在没有任何安全设备的情况下，手拿平衡杆踏上了海拔3303米的缆车线，并且沿着1600米长的缆车线，顶着恶劣的天气向前行走了572米，获得了最高缆车步行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期间总共用时2个半小时。当时由于受天气影响，使得行走距离并没有达到最顶尖的状态。要知道，想要在这种极端的环境下成功完成挑战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往往从事这项运动的冒险者身上都不会携带任何安全装置，这也正是这项运动最吸引人的地方，因为一旦失足滑落，生还的几率非常渺茫。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很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兔点个赞，谢谢。